说实话，现在是真的不太爱看年轻人的恋综了，哪比得过这帮中年人谈恋爱，又争又抢，又直接又生猛。果然啊，人活到一定岁数才会明白，面子这种东西才是最不值钱的。你加得到吗？妈，你加得到吗？妈，好，谢谢。谢谢，来，那我来一个，那我高。好，我来个大的。太高了。我来个大的。太高了。所以才说姜还是老的辣。这帮大哥大姐都快50的人了，婚姻也经历过，孩子说不定都和我们差不多大了，上节目那叫一个虎。有意见就说，不爽就摆在脸上，今天喜欢 A， 明天喜欢 B， 一点都不憋着。玫瑰姐姐一上场就是高光，没看过前面的朋友也别急，赶上这一波 drama 升级就够了，我们内心已经开始尖叫了。玫瑰姐姐和英国导演罗非在第1期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全程聊天都是欢声笑语，姐对罗非那是真喜欢。别人说要多和其他男嘉宾接触，她听着都觉得是在劝自己。她态度非常明确，不，我就喜欢罗非，谁也左右不了我。不仅自己喜欢，她还默认别人也会喜欢罗非，于是就有了我们看到的那场火锅局。罗非想夹对面的虾，对面的女嘉宾顺手帮忙，玫瑰姐姐立刻如临大敌，下意识拉着罗非的盘子去接虾，接完又反应过来，好像也不太想让罗非真的吃，于是反手把虾夹进了自己盘子里。这一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连罗非本人都有点愣住了。但火锅局的细节可不止这一点，要知道玫瑰姐姐也不是对所有女嘉宾都这么警惕，她偏偏只对马晴格外在意。我们上期也说过，只要罗非和马晴同时出现，玫瑰姐姐就开始努力撮合马晴和别的男嘉宾。上期是让马晴和男嘉宾 A 比心拍照，直呼好甜。这一期的火锅局，大家玩真心话大冒险，一轮结束后，玫瑰姐姐问还有谁没玩到，马晴举手，男嘉宾 B 也举手，于是玫瑰姐姐是这样建议的：来，那没有的壁咚一下算了。哎，这样公主抱3下。其实玫瑰姐姐这么刻意的撮合，再加上她对罗非明显的占有欲，旁人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出来的。火锅局结束后，就来到了一个每一句话都值得细品的喝茶局。最先坐下来喝茶的是玫瑰姐姐和马晴。玫瑰姐姐先开口问马晴昨晚是和谁坐同一辆车回去的。马晴回答是男嘉宾 C， 这个选择是她自己做的。马晴解释说，她想多和几位男嘉宾接触一下，才能知道自己到底和谁更合得来，而不是一开始就绑定一个人。说到这儿，她反问了一句：你和罗非挺绑定的哈？玫瑰姐姐听到这句话是这样回应的：我们俩不是因为我们俩聊的内容挺嗨的，一个是他真的脑子超快，因为我对是的我脑子反应就很快，也很难啊，对，这个倒是。然后包括我俩去过的地方、去过的东西啥的，就是这时候马晴又追问了一句：所以你不打算换了，对吗？玫瑰姐姐沉默了几秒，给出的回答是：总之我们聊得很好，我觉得他很有趣。话说到这儿，罗非本人出现了，3人正式开始一起喝茶。马晴很自然地接过话题，主动问了一句：你的香薰都放好了吗？这里就不得不回顾一下那段香薰名场面了。当时是罗非和玫瑰姐姐在厨房，马晴突然拿来一个香薰，说是自己带的，本来想放在公共区域，但一时不知道放哪儿好，就顺口拜托罗非帮忙放一下。玫瑰姐姐的情感雷达启动得非常快，立刻就察觉到不对劲，觉得这依然是马晴在招人的一种方式，于是当场反问一句：这个香薰是不是要送给罗非的？人都这么直接问了，马晴的回答也就成了关键。所以你要送给他是吗？不是，我已经放到外面桌子上了。这个很香。我已经放到了，哎，你喜欢，那我送给你。所以后来喝茶局马晴再提起香薰这件事，其实就说明一个事实：罗非是真的把香薰收下了，而且已经放进了自己房间。本来是公共区域的香薰，在玫瑰姐姐一连串操作之后，硬生生变成了送给罗非的私人礼物。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他嘴上说不想看到的结局，最后之所以真的发生，往往都是他自己一步步促成的。比如这个香薰，他又忍不住追问马晴一句：那你为啥不送我？你好偏心啊！马晴只能无奈接住，回了一句非常体面的答案：我送给罗非，不是送给你，你们俩不是精神绑定了吗？尤其是在玫瑰姐姐已经明确表达自己喜欢罗非之后，这句话其实也算是侧面表态，我没有恶意插手你们。这话一出，玫瑰姐姐大概是相当受用，反而是罗非肉眼可见的开始尴尬了。你们俩不是一块的吗？你这不是，不是你们俩在精神上不是一块的吗？
是这样的吗？也正是在这个时刻，罗非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他明显更想和玫瑰姐姐撇清一点关系。马晴提出自己困了，要回房睡觉，起身时还很有分寸地留下一句：“那我就不打扰了，空间留给你们多聊聊。”但接下来罗非的做法以及玫瑰姐姐当下的反应，真的非常值得细品。我也睡了。不行了，要睡觉了。你们再聊会儿。不，我真的要睡。我们不然我觉得我很亮，你知道吗？你们俩一起走吧，你们俩一起走吧。所以我们到这里其实已经能明显感觉出罗非的真实态度了。虽然在此之前，不管是我们看到的，还是玫瑰姐姐自己说的，她和罗非确实很聊得来，两个人也常常出现那种让人浑身一抖的暧昧瞬间。但很多时候，热闹不等于心动。你这个 T 恤上的这个人，他比较像我的 style。你是我把你放在我的中间是吧 Hello， 嗨，你们怎么样？好歹有怎么老是你？就在这一天晚上，罗非的心动信息并没有给玫瑰姐姐，而是给了马晴。给马晴的理由也很直白，他说是在多接触之后发现马晴很温柔，而且会非常认真地听他说话。这种被真正接住的感觉，对他来说显然很重要。我之前没有碰到过或者遇到过的他的性格的一面，比较温柔吧，他比较愿意听我的回答。而不给玫瑰姐姐的理由，很多我们都是笑话。你在套路我吗？故意里的什么模仿那样的人啊？我帮他去拍照嘛，我每一张的他都会批评。他拍完超丑。在别人包括某些人的面前嘲笑你或者攻击你，是一种你是我的感觉，会让我有一点不舒服。我希望我们很自由，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做一些代表你是我的。此时节目还插播了一段昨晚的喝茶局画面。在马晴说完以为你们已经绑定了自己，起身表示要去睡觉之后，其实玫瑰姐姐还单独和罗非聊过一小段。她问得很直接也很关键，她问罗非，你还想去了解别人吗？而罗非当时的回答其实已经悄悄埋下了后面的伏笔。你想知道我的回答吗？对，我觉得最好我们都有机会和每一个人或者多一些人可以聊聊看看怎么样。对，这个回答怎么样？到了第二天查看心动信息的时候，没有收到任何信息的玫瑰姐姐自然是失落的。只是她大概没想到，自己一直最忌惮的马晴，反而成了罗非真正想去了解的人。更让人意外的是，她没那么在意的另一位女嘉宾王老师，居然也和罗非开始擦出了火花。第二天是男嘉宾选人约会，方式是女嘉宾各自写下一句代表自己的歌词，再由男嘉宾根据歌词来选择想约会的人。在看歌词的阶段，其实罗非已经猜出了哪一张是玫瑰姐姐写的，但他刻意避开了。他原本想选的马晴被别人先一步选走，于是他转而选择了王老师。没想到这次约会异常顺利，两人从婚姻聊到育儿，从恋爱观聊到关系经营，越聊越发现三观高度一致。的不是吵架，我也觉得，对吧？对，是不沟通。是的。如果我去约会，我对象呢是对那个服务员很凶的，我受不了。他不是单单只对彼此，是你对所有人，你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对，我看细节。今天我和罗非聊的，才真正是来到这个节目，希望去探索对于未来的可能这种关系是如何的。我是很喜欢跟他讲话，有一点那种我希望他可以喜欢我的感觉。真正的戏剧点在这里，这位王老师正好是玫瑰姐姐现在的室友。早在前一晚，两人就已经在房间里聊过天，话题正是心动信息。当时的玫瑰姐姐还在无意中推了一把，告诉王老师，其实有一位男嘉宾很在乎你。其实那谁，我觉得他想 Q 你。你说 King 对吧？还是什么？对，因为他从昨天一直在问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儿。然而约会结束回到小屋之后，气氛就彻底变了。因为玫瑰姐姐这一天并没有被导演选中，所以一回房间，她就直接问王老师今天的约会对象是谁。当得知那个人正是罗非时，她当场愣住了。在听王老师说自己和罗非聊得非常深入，从想法到经历都很契合，这一刻玫瑰姐姐的情绪显然已经有些绷不住了。感觉如何？我跟导演聊得挺有深度，就聊得很多。之类。玫瑰姐姐接着追问，所以你是打算选罗非了吗？王老师却很冷静地反问，不是要到最后一天再选吗？我想多对比一下。他还补了一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会选 Ken。
偏偏这个 Ken 就是玫瑰姐姐在前一晚还替他说过好话的那位男嘉宾。在被问到为什么不会选 Ken， 王老师给出的理由也显得相当理性和有分寸。为什么？其实我感觉到很多的不一样，就比如说和罗非在聊，他会很多你怎么看呢？你是怎么样？就是你的情况。之前跟 Ken 有聊，他根本就不关心我是谁，我怎么想的，我想要的什么，就不会问那些问题。所以反过来看，其实还挺让人意外的。我们总以为人到中年就会佛系了，不争了，也更看淡了。但这个节目恰恰在告诉我们，未必如此。有人横冲直撞，有人谨慎比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选择。所以你看，真正戳人的地方，其实不是谁被选，谁出局，而是人到了这个年纪，依然会心动，也依然会手足无措。有人爱得很快，想要一个确认；有人走得很慢，宁愿多一点空间；也有人始终清醒，把选择留到最后一刻。这3种状态都没有对错，他们只是对应了3种不同的生活经验。年轻时我们谈恋爱，拼的是感觉；到了中年，谈的其实是承受力。你能不能接得住情绪，扛不扛得住热烈，也守不守得住边界。所以日落十分好看，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爱不是谁更勇敢，而是谁在心动的时候还能站稳自己。你们怎么看？评论区聊聊，如果你也有同感，记得点个赞。